人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婚礼，却在化妆时被闺蜜一句话打入万丈深渊。乔西听后瞬间呆滞了，她不敢相信自己心爱的未婚夫居然选择了逃婚。尽管闺蜜在一旁极力安慰，但她还是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。一转眼8年过去了，当初逃婚的未婚夫利姆早已变成人声鼎沸的摇滚巨星，他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却也丢失了最爱的人。每当演唱会结束，他总会陷入到当初逃婚的内疚之中，也不敢再去打扰乔西的生活。他只能通过老旧的手机聆听乔西保存的声音，这是他唯一想念乔西的方式。而他最宝贵的手机，也在一个早晨被女孩不知情的踩在脚下。等他赶忙起床查看的时候，自己想方设法保护的手机还是已经损坏。利姆奋不顾身跑了出去，尽管自己连鞋都没有穿，尽管他的身后全是认识他的粉丝，但他没有在意这些，而是更想赶紧修好自己的手机。I'll give anyone $10,000 if they can fix my phone. 10,000. 利姆的出现让店员不敢相信，他们没有理会利姆的要求，而是向他介绍店里最新款的手机。利姆只能再次强调自己只需要修好这部手机。经理突然出现，告诉他自己可以维修。看着手机被维修多次的痕迹，经理也使出了自己全身的本领。利姆在一旁紧张注视着自己仅存的念想，他害怕对乔西仅存的回忆也消失殆尽。还好经理经验老道，成功修好了手机。当他再次听到手机中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他才逐渐平复紧张又害怕的情绪，却不知自己很快将再次与乔西相见。等他回到家后，电视上已经开始报道光脚飞奔的事情。他躺在沙发上，并没有理会媒体的舆论。可紧接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场车祸夺走了一名年轻黑人男子的生命，而受害者居然是他许久未联系的好友。他决定再回到已经远离多年的故土为好友吊唁。葬礼举办的隆重简约，幼小的孩子并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而利姆却坐在门外痴痴不敢进去。或许是他害怕见到曾经的朋友，又或许是害怕见到心里的那个他。就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撞到了他的面前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乔西回过神后便牵着小女孩匆忙离去，可等他坐在凳子上后，一种窒息的感觉充满了全身，让他久久无法平静。很快到了朋友下葬的时候，利姆依旧是躲在远处看着一切。等到乔西看到他的时候，大步流星地向他走了过去。他没有问他为何逃婚，没有告诉他自己8年是如何度过的，只是把所有的委屈和遗憾化成一拳打了过去。Hey, Liam. Oh, hey, Dad. 连老爸对他的行为也感到无语的直摇头。利姆再次居住在熟悉的房间，而狭窄的单人床已经不够他满足。面对昔日无话不说的父亲，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解释自己的行为。看着熟悉的小镇，他开始后悔当年冲动的行为，却一转头看到了乔西的身影。他不想打扰乔西的生活，却不知为何还是走了进去。他知道乔西不想理他，不想再和他说任何话，但看着他还是依旧温柔美丽。利姆心里升起了挽回他们丢失8年的想法。他跟随乔西一起把顾客送了出去，却没想到顾客临走时会对利姆这样说。他没有理会别人的看法，还是想要与乔西正式的交谈一次，却不知道乔西被他伤害的有多深。You don't belong here anymore, Liam. 就在他不知道如何安慰乔西的时候，一个稚嫩的声音让利姆获得了希望。他不记得乔西已经结婚了，更不记得他有这么大的女儿。没想到小女儿比利早已认识利姆。Hey, I know you. You were outside the church yesterday. You're that country star Mama listens to sometimes. 乔西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意外听到，但利姆知道乔西没有忘记他。他开始向比利聊天，看着比利开朗的性格，他总觉得自己与他有某种关系。他连忙蹲下询问小女孩的年龄。乔西在一旁看着面前的两人，眼眶湿润。他不知道是否该让她知道真相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不阻止两人聊天。而利姆从小女孩口中得知她今年刚满7岁，他心里的疑惑在这一瞬间也全部解开了。眼看已经瞒不住他，乔西只能告诉他自己所过的8年。我和你8年前婚礼的突然离开，在你离开后不久，我便发现我怀孕了。你不知道我下了多大决心想要告诉你，但每一次电话都会被转到语音信箱，你也从未给我回复过一次电话。每一天每一个夜晚，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度过的，所以我决定再也不联系你。利姆听后陷入深深的自责，刚想向乔西诉说自己8年从未忘记过他，但乔西哥哥的出现打破了此时的场景。他直接驱赶利姆离开，不要再以此来伤害乔西。他此时想要获得乔西的原谅，但还是决定先弥补他碎掉的心。顶着太阳，他一路飞奔。到家后，他就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已经有女儿了。父亲却向他解释，当初你离开家一声不响，打电话你从没有回过，我去参加你的演唱会，你的保安把我拒之门外，我还能怎样？
利姆陷入了更大的自责。明明追求梦想是好事，但自己做的事情怎么会如此的荒唐？为了挽回自己曾经失去的一切，利姆打电话给经纪人，让他送一辆车和一张信用卡过来。得知此时，利姆陷入思绪之中。经纪人并没有多问，更加尊重利姆的选择。很快，利姆就收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和一张卡片。卡片上写着让利姆安心恢复，不要担心别的。他又一次去求得乔西的原谅，而这次利姆选择用女儿来为两人缓和气氛。他告诉乔西，现在他就可以直接离开这里，不再打扰他的生活。但最后的请求就是和比利再见一次面。他不想他们的女儿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。听完他的话，乔西也想告诉女儿真实的答案，但他还是选择看看女儿的想法，却不知聪明的女儿早就对两人猜到了什么。I don't know, he seemed nice to me. The guy from outside the church and the flower shop, right? You two weren't exactly subtle, if you know what I mean. 为了不让比利心里留下伤疤，产生对利姆的怨恨，他向比利解释了一切。It's important that you know that he did not abandon you. He didn't even know that I was pregnant. Yeah, he looked pretty shocked when he saw me. We should invite him over for dinner. Might help him process the news. 听到女儿的回答，让他如释重负。很快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利姆为女儿购买了一场巨大的玩偶熊。即使女儿其实并不喜欢玩具熊，但还是感谢他送给自己的礼物。而乔西打开了自己的礼物，里面竟然是他之前最想要的项链。一时间他有一些恍惚，不知该如何言语。吃完饭后，女儿带他来到自己的房间，看着女儿每一岁的照片，他知道自己缺席了她的童年。为了陪她，利姆捧着女儿最喜欢的兔子，询问关于她的一切。或许是亲生女儿的原因，又或许是女儿对利姆感到亲切，他们聊天竟没有任何陌生感。So I guess we shoul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r something. Yeah. I like that. Why don't you pick me up after school tomorrow? I would love that. 晚上，利姆准备离开，乔西却归还了他送的礼物。他还是无法忘掉8年的痛苦，就像曾经自己最喜欢的项链，经过时间的打磨，早就让他失去了那种心动的感觉。利姆不知此时该如何安慰乔西，只能转移话题，告诉他女儿明天想要他去接她放学。听到他这样说，乔西直接生气了。他感觉两人进展太快了，当初你想走就走，整整消失了8年，现在你想回来就回来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懵懂的女孩了。利姆极力想要拼凑乔西受伤的心，却再次遭到拒绝。他突然单膝下跪，想要让乔西同意。乔西还是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，只能接受他明天去接女儿。隔天他便准时接到了女儿。回到家里，他和女儿一起吃了他们最喜欢口味的冰淇淋。女儿也从家里拿出来了她的吉他，她想要利姆给她弹唱一曲。听着利姆弹奏的音乐，此时女儿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，她竟然也学着利姆的动作，有模有样的弹奏出来了。利姆感到惊讶，果然女儿遗传了自己强大的音乐细胞。他决定为女儿购买吉他，教她弹奏。Yes? Alright. 再次把女儿送到家里，女儿却对她依依不舍。她非常喜欢与利姆相处的时光，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，乔西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注视着利姆离去的背影，他不自觉地微笑起来，期待着自己完整的家庭。此后他们相处也越来越频繁，他们会一起去吃零食，一起在家里种上喜欢的花朵，一起弹奏美妙的音乐。乔西看着面前的两人，觉得自己此时无比的幸福，而利姆也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他会亲自为女儿作曲，为父亲购买打磨方便的咖啡机。他享受与乔西和女儿相处的时光。女儿也问出了心里的疑惑。Hey Liam, could I ask you a question? Sure. What happened? I mean, why'd you leave my mama? 思索片刻，利姆便向女儿回答，或许他知道乔西就在屋外，或者是想借这个机会说出自己从未说出的心里话。我当时太年轻了，突然的爆火让我迷失了方向，我找不到了回家的路，我找了很久很久。 But you found your way back now. You're back, right? 女儿接受了他的归来，也认可了他是自己爸爸的事实，而乔西也对利姆的改变看在了眼里。这一次他看着对方笑得点了点头，他坐在利姆的身边，感受着春风在身旁轻轻吹过，不止吹起了他们两人再次燃烧的爱情，似乎也吹走了乔西8年的委屈和心酸。这一次利姆为了让乔西获得安全感，他想要和乔西后天一起去向各大媒体官宣，没想到乔西听后并没有害羞的退缩，反而是欣然答应。这一天乔西精心打扮，美丽的样貌再加上一身粉钻长裙，他们一同走向了直升机，一同飞过夕阳照映粉红的湖畔，一同来到夜晚灯光璀璨的城市。这一刻乔西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。面对人山人海的媒体，乔西明显有些害羞。 Is the beautiful woman on your arm? This is the one. 听到利姆的回答，他的脸上出现幸福的笑容。
他知道自己的白马王子就在自己身边。他们来到舞池中央，浪漫的音乐伴随暧昧的气氛，让他们越靠越近，最后忍不住吻在了一起。可上天似乎不想让利姆这么顺利回到他们的身边。这天他们举办烧烤聚会，突然利姆提出与女儿玩一场吃东西大赛，看看谁吃的最多。却没想到女儿因为吃的太多噎到了嗓子，憋得面目通红。还好大舅哥急忙跑来对比利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，可利姆竟然还呆呆地看着自己无法呼吸的女儿，站在一边仿佛与自己无关。原来此时利姆脑中突然回想起自己重病的母亲抢救的画面，幼小的年纪突然看到如此场面，让他心里留下了无法泯灭的伤疤。比利还好经过大舅哥的帮助成功吐了出来，而利姆依旧呆滞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等到一家人都恢复了正常，他也才清醒过来。早上女儿发生的意外让他无法忘记，他选择来到酒馆借酒消愁。大舅哥却突然来到了他身边，严肃地告诉他，不要因为你陪比利玩了几周过家家，就开始找不清楚方向。我从没有忘记你丢下我妹妹，让她难过的8年。我帮助她走出了那段时光，你却又要来毁掉她的生活。你觉得你能够给她安全感吗？你能照顾好比利吗？他没有回答，但他已经在心里有了选择。他决定离开乔西的身边，他把自己离开的事情写到了咖啡机上，拜托父亲帮他与乔西和比利告别。而他又是一次不告而别。这一次伤心的人，不只是再次陷入爱情漩涡中的乔西，还有年幼想念爸爸的比利。利姆又一次开始沉浸在工作之中，他把自己对乔西和比利的思念创作在他的歌曲之中，但每次演唱会结束后，他会再次陷入更强烈的自责感之中。经纪人察觉到了利姆的情况，也一直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最终，利姆生气地将比利噎住的事情讲了出来。经纪人果断地告诉他，你只是被当时的场景吓僵了，更加能够说明你深爱他的事实。谁都会有把事情搞砸的时候，但最重要的是事情搞砸后你会做些什么。乔西不会爱上别人，因为他只爱你。听到经纪人的劝告，他决定这一次不再选择逃跑。It's me, Josie. I've called you so many times I've lost count. I still don't know why you left me on our wedding day. I don't know if I'll ever find out. But I really need you to call me back. If you don't, I promise myself that I'll never call you again. I have to find some way to move on with my life. But I want you to know, if I don't ever hear back from you, I will always love you, Lamb. You will always be the one for me. You'll have my heart forever. 而他听了上万次的录音，也终于选择了回复。他冒着大雨来到乔西的家门口，拼命的大声呼喊乔西的名字，却没有得到最爱女人的回应。或许他知道自己不该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他把自己唯一的支撑放在了门口，内疚的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却没想到第二天窗户的敲击声让他醒了过来。他来到窗边，看到了他最想见到的人。他小心且内疚地向乔西走去，却看到乔西拿着陪伴自己8年的手机，这样对他说 So you've been carrying around this old, beat-up, duct-taped, really ugly cell phone the past 8 years because of me. Yeah. You really listened to that message every single day since I left it there. And you're not ever leaving St. again without giving me. Never. And I just wanted to say, welcome home. 这一次，乔西真的等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礼。虽然比预想的晚到了8年，但他还是等到了自己最爱和爱他的人。